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在座的各位朋友。大家知道，越剧是我国民族艺术宝库中一朵鲜艳的奇葩，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今天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越剧精英们将在这里为朋友们奉献一台精彩纷呈的剧目。那曾经让您耳熟能详的粤韵乡情，又将在舞台上空回响。它记录了几代越剧人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而辛勤耕耘的足印，又融入了多少人为振兴民族戏曲而无怨无悔的追求。我们这次活动呢，是继东方亚运、南北京剧名家汇演之后，上海的文艺界和新闻界携手为繁荣我们的民族艺术所做的又一次的努力。它不仅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关心和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陈志立同志为这次活动题词“繁荣粤剧艺术，发展民族戏曲”。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同志也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他希望粤剧艺术能够继续革新，重新走向辉煌。文化部和广电部新闻上海举行这一次粤剧盛会，也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他们高度肯定了这次活动为弘扬祖国民族文化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同时也预祝汇演取得圆满成功。浙江省文化厅和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以及有关的艺术团体也写来了贺信。同时，我们这次活动得以顺利的进行，也得到了上海许多老一辈的粤剧艺术家的大力支持。今天晚上，许多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也光临我们的现场，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东方红运94粤剧精英大汇演是由上海东方电视台和上海红运文化娱乐有限公司主办，上海国富龙凤食品有限公司和上海航空公司协办，由上海越剧院承办。好，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演出就要正式开始了。秋海棠就是40年代的改革剧目，当年由尹桂芳扮演的秋海棠和戚雅仙扮演的罗香怡，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那么今天晚上，尹戚两大流派的优秀传人沈再平和金靖将再度把这出戏奉献给大家。尹派男小生沈再平和戚派名旦金靖，他们虽然是旅居海外，但依然心系粤剧。他们这次专程从日本赶来参加汇演。好，观众朋友，接下来就请欣赏他们二位联袂演出的《秋海棠心心相印》。留你一人在此太去莫了。不，我看这里的事哇，一切都布置得这样样子，正对官道什么美人
好比得了神仙城。要比那远征先师的功过好得多了。那边的公馆好风光，一旁府里有堂王，门口热闹多车马，没见威风有当，鞭挞多少不归去。我是一点也宽不上。一起公关入心坎，公关好比是苦坎，公关好比是地狱。希望他做了人家的他怕，换得眼泪湖时光将逼我我是无力到他手上。罗女士，
起，婢女靠了的一命，谁知道上辈已将风不起，被那母王来宽中，托要张作美到家里，那你家里就不应该答应了。那日儿姑姑忘了回老病，杭州养病是小心，爸爸10年满发财，妈妈有病无病，那伤心情光的元宝饭，他是用计用死来将我亲，他拿了7亿的好照片，照片冒充他自己。既是袁青爷的照片，那你就不应该答应了。我不能一看爸爸心焦急，我不能一看妈妈病归心，为了挽救我一家，自愿牺牲我自己。你好像也有许多观察，能否说起我听听？好吧，比起生死伤泪光，回往事悲胸往，送来为人到俗人，今日对你生命明白，家乡就在张世珍，自苦农夫种田家，有小生来受苦连3人死于是爸爸，家内贫穷穷得分，亡我田里
许可以让他是家贫把儿害，劝我上进莫偷懒，我说是只有一天成了名，孩儿孝顺我妈妈，谁知没要心，我妈妈3岁，父亲下，从此剩下我一人，唱戏飘零时落花。你的三思也凄凉，与我好像不相差。人是谁我很相同，生人恰是流上下，我是一个唱戏子。我是个军阀的一，不，你不是故意他，那我该是个什么人哩？陆女士。你是个有衙门高辈衙门，你是个良家女清白佳人，你和同胞你冷落风尘，你真配做我的世纪同心真的。听此言，但是我欢喜万分。一个好知己，我谁是无恨。你是个有希望年轻的人，你有理想，有志气，又有热情，经得
了弘扬民族文化、发展粤剧艺术，我们这次汇演真可以说是一方倡导，八方呼应。那么今晚和观众朋友久违了的著名王派花旦单养平，将和上海越剧院的徐玉萍共同为大家献上一折《红楼梦》黛玉粉稿。单养平是上海观众非常熟悉的一位王派传人，他无论是唱腔还是表演都非常的细腻传神，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黛玉粉稿》。吃也罢，姑娘，你再吃一点吧。子舅，你哭什么？我哪里能够死你，姑娘？姑娘啊，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啊？真经得东泪到城下泪到去。多保养在莫愁，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保养你若精神花模样，放开你迈上舒服。好心好意，
朋友，接下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将为大家演出新编《西厢记》选场。这出戏以张生为第一主角展开剧情，在众多的根据《西厢记》这部古典名著改编的剧目当中独树一帜，因此他曾经荣获第2届中国戏曲学会奖，并荣获本届文华奖大奖。在戏中扮演张生的是影派传人毛维涛。毛维涛曾经2次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和文化部的文华奖。他的唱腔可以说是柔中带刚，尤其在表演上呢，他吸取了昆剧、话剧乃至影视的一些表现手法，非常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张派老生董科第在戏中扮演相国夫人，他的表演刚劲洒脱，唱腔高亢有力。他曾经荣获全国越剧青年电视大选赛的最佳演员奖。扮演英英的严家是优秀的副派花旦。他的表演也非常的细腻，他曾经获得第3届中国戏剧节的优秀演员奖。吕派花旦陈辉玲因为在这出戏中活泼传神地演绎了红娘这个角色而获得本届文华奖。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其中的赖婚和传书。月下谈阴影，不听子儿的子分，他去子儿到大营，曾听莺莺念啼，只听到人影可知。这光阴儿嘛，看看一段起子么？原来是他来为故意，真是过风魔算定。哦，后娘子，你看小生这乌纱帽儿可人他定啊？他光与我到堂里，你说。有一些偏离，正好去见老夫人呐。你们可以记这两人，两份功劳是红的，何况你里头是当还来问，小弟对你招情。小生对儿就到，张先生，你可要早些来呀，不要叫我再来听呀。
也罢。哎呀，张先生少礼，老身也有一半。小生真管当当，我一家姓名借先生所得，今日列位小作聊表谢罪，请先生莫以慈悲。张则是不管之小生拜也。请张先生上座。哦，老夫正在此，小生真管上座。有道是公鸡不是聪明喽。哦，是此高人。儿啊，不必避也，今后与张先生乃是一家成了。母亲，儿啊，上级拜见你家哥哥，上级拜见你家哥哥。先生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快请你哥哥莫以慈悲，小生谅他。他真春夜的下着有意经过，母亲啊，你还不张着问题多？儿啊，快与你哥哥发散，小生这个谅他。先生，
小生告先生醉了，为王歇歇去吧。小生不醉，这是国根在后，不吐不可。请讲。实际查口相比，夫人者能推测病地，以小姐妻子。老身这个当日是在听生儿子张先生，即是小生，夫人理该可受其言将小弟许与小生，为我何与兄妹相称？张先生，小女终身细想过这事，你许下老身内侧憎恨，使他起来无以为备。好在先生杨良无算真恶，高堂情怀。这女儿绝不得小女身上。不过夫人堂堂一品太君，两爷言而有信，更言一言即操司马难追之后两番。张先生救命之恩，门此不忘。老身都已紧迫相求了。小生既是高尚情怀，藏匿不为，所以前来启禀谢头。红娘，张先生自也醉了，快扶他回房歇歇去吧，歇歇去吧。三老发通请动宗生，你们都听见的呀，听见的呀，拿着老夫人廊下怎么说的，怎么学的。不要紧的，他算变卦，你们都来做古筝，做古筝啊！张先生，你少喝几杯不好吗？哎呀，红娘子，我喝什么酒了？这是张先生，搞不得别人瞒不了你。老夫人廊下许婚。
个你寒窗的教诲，父母亲子天下你，为什么不得高过西为民，恰将家书逃不易？在有心，在如意，我三殿菩萨护八圣的九江八无能作证，父母四海苦病的老夫人谁恨你把魂聚，令我真正后受益，灵魂不服神无知。家下经济铺莫提。张先生，红娘子，小生是福禄口真的啊，不知见下腰中自带辛苦死命吧？哎呀，张先生，张先生不哭，张先生不哭。红娘子，红娘子，哎呀，先生冤枉傻了，你都不痛快，撇下小姐他与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让我辛苦法儿，让你们也同心。到底红娘子的，哎呀呀呀，冤枉算了。事情怎么样了？万问你不起死了，不起死了，小姐她恼了。小生的剑条是一道为情的无罪，竟是小娘子你不肯用心哦。啊，是我不肯用心。哎呀，上有青天下有地，你这个剑条啊，写得好哇！此段先生名怪剑，出马些难过真阴关，那书签是你的公子，他的书堂，我的公安心的儿等红娘的月谈，从今后你们相为少，见面难，一寸子愿心相逢，去情侣云水无山，聚兰城山。
好了，你也不比我管讨费的。他老夫人要还我，我要委屈了。红娘子，这有你是我的亲天子啊，你这也罪我这平儿。我也不是太医，我管不了。红娘子，话都尊师也没有用了，这有你是我的救命神仙呐。哎呀，神仙也没有什么好点子了。这是小姐给你的围巾，你拿去穿吧。家难道万为猜错吗？老夫人，你
你管了相夫之门，哎，小姐嘛，替我开着就门呢。待月细想想，迎风无波。呀！红子，你快些落下，让月儿嘛早些生气吧，早些生气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东方红韵越剧精英汇演今天的演出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演员们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表演。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演出就要正式开始了。首先，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新秀们为大家表演的开锣戏《白蛇传·盗仙草》。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向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今晚扮演白素贞的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张艺清。他今年只有12周岁，学戏不过2年，而且今晚是他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或许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还是比较稚嫩，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越剧艺术确实是后继有人。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热情的观众朋友们也给他们一些鼓励的掌声，大家说好不好？好，现在我们的演出就开始了，请大家欣赏《盗仙草》。
传同舞。我把素贞本配我美秀莲，只因自才下山与许仙成婚，不料他打压他天魁太担心，故在了仙山妻子临死，还望他先成亲。相思的事，乃是昆仑真山之宝，岂能与你？仙家自卑为本，望大仙用我去死相告。哼！气神太深，自我负离了。
间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次举办东方红韵越剧精英的汇演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展示我们越剧艺术的五彩斑斓。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次交流演出，能够使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员们能够互相切磋，在艺术上有更进一步的提高，能够涌现出更多富有个性魅力的青年演员。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支持我们这次演出。那么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杜十娘沉香。杜十娘是傅派艺术的代表作，杜十娘的形象又是傅派创始人傅全香舞台生涯中人称风城三绝中的一绝。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宁波市越剧团的洪芬飞为大家表演的杜十娘沉香一折。洪芬飞的表演呢，感情细腻，身段优美，唱腔华丽多变。尤其是他在《沉香》这折戏中演绎的杜十娘形象，与个性特色中更见师承风采。好，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昨日之事，小弟已与神娘说妥了。话可要说明白了，我实在是为亲朋友心中苦，都人上你把在此。李兄不愧真长子啊，命官无中可非乎？嘿。弟兄，您只在此当面点醒，再有差错嘛，照书补提。不用点了，不用点了，请坐。弟兄，您这一叫，该请神娘出场了吧？娘子，神娘，快来！圣兄，神娘出场。埋伏元气无限制，化作长江气。那人已经鼓转来了，快上前与他见上一礼。那便官司神娘，我这里有礼了。不完礼，完礼。他不完礼，我也不生气呀。银子拿来了？拿来了，拿来了。1000两归属了吧？归属了，归属了，归属了，你就成心了。那便官是深夜上沈老爷吧？奇怪，小商人，小商人，我来问你，你有的是钱，哪里娶不到一位妾室佳人？为什么偏要卖我？这渔夫自无呢？
华富贵。来来来，跟我姑父去吧。听我杜十娘一表哭诉。想我杜十娘是与父母丧亡，泪落眼眶。数年来，我有节学，本为终身之计，不料想我错配离家，他纵在千里，不忍千军，要在东都埋没。相母十娘，相中预报，至今帮着众人打开，是李家自我相中唐玉八宝，岂是万计？我不为李家，李家却身为十娘，谁是罪魁，谁是害我，鬼送我空中明灯。可叹是茫茫尘世，何处是我的归宿？那在此望
生的三回话。李家你团在房里是小人，臣妇你常在好在迎娶上，我是娘在连城怕比归无家，岂肯匹配你呀他？
是可以民族留进我吧？我见过自己娘子一回，娘子。对，叫三夫临安路，我随你过。观众朋友，接下来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几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吴凤花、吴素英、张丽萍、陈晴香将为大家演出《狸猫换太子》中的棒打一折。相信他们的表演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对，我想这个吴素英和吴凤花对于我们上海观众呢并不陌生。他们俩呢曾经多次来上海演出，也曾经在全国各地呢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他们俩有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说扮相清丽，唱腔委婉，而且呢表演也是情真意切，神形兼备，是目前越剧界两位不可多得的优秀的青年演员。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狸猫换太子》棒打。娘娘有旨，臣令进宫。臣令进宫，臣令进宫。臣令居家娘娘千岁，平身谢娘娘。娘娘，深夜宣奴婢进宫，不知为了何事？陈公公，哀家与我恨你。娘娘请讲。12年前，哀家命客司判一件大事，他却没有办好。其实这件大事，你也知道。什么大事啊？奴婢想不起来了。哦，真的想不起来了。唉，你当时就是在房外了。可是口是已经讲了。讲什么？你不要装糊涂了。你这不讲，谁话哀家反
万年不请。娘娘要你死，你就我不成。哥啊，你滚帮我怎样？大家有先帝面死敬牌。娘娘，夜是了，有奴婢为公慢慢想来，才能想起接来禀告是假满。想不起来，眼泪算了，何必却再要送呢？哦，不知还有何事？我来问你，可是为了哀家的大事，给不给当？给当，给当。好，把扣子带上来。是。皇后意思立棍为康，到娘娘到。你与刘备串通害我，天理何在？天理何在？臣令万不与我通通的当。是。
奉一声。娘娘，问他什么？你问他当年何在串通，和中长谷何分？是。可是你当年何在串通，和中长谷何分？此话从无实情，难道你曾看见？我何曾看见？娘娘，你可曾看见？哼，哀家当然看见，谁看他早死不早？娘娘既已看见，何必还要愤怒？好一张面子，肯定你我重重一打，狠狠一打，等他早生放血。娘娘，此理你不管从当，看来你们听是串通的了。自哼！子立，你自过从当好了。这是要丧命的呀！冤冤等，再有子，可是就不怪你，你担当。这是你臣令断被我从头连打！臣令，你打！此谋法，你臣妾无法。也罢。
肯来到成都，听堂下云啊，曾经他是曾经里，去叫凡人匆忙遗恨。下也欢喜，肯定啊，当时我不顾一时空，你和他苦苦要牵一生。刘备进城，肯定你靠当些公子，不去三朝此根心太狠，我恨不能等你自作负你皮，老子会化作厉鬼，一血万血丧我命可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东方红韵粤剧精英汇演今天的演出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演员们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表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举办这样一次规模盛大的粤剧汇演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想通过这样一次汇演来推出一批能够站得住脚的新剧目，同时也能够推出一批富有个性魅力的青年演员。我想呢，这个粤剧艺术跟其他任何一门艺术一样，必须在很好的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能够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突破原有固有的这个模式，这样才能使粤剧艺术生生不息，不断的繁荣发展。我们通过这次汇演也非常高兴地发现，一些年轻的流派传人已经成熟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那么接下来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2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吴素英、陈晴香还将再次登台为大家献演《窦娥冤斩娥》。陈晴香呢是师承吴小楼，曾经获得浙江省戏剧节的演员2等奖。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窦娥冤斩娥》一折。
眼看你满骨气，又把惊恐
一腔的血把饭接，我儿女晴空迎风起，一层层层云卷，且叫他落月细漫漫，冰花滚思念母三元，出对关灵川，只叫大。
接下来，福建芳华越剧团的2位青年演员王君安、李敏将为大家表演《玉蜻蜓前游庵》。王君安呢是尹派的第5代优秀的传人，他以其气质高雅脱俗，成为尹派艺院当中的佼佼者。另一位演员李敏是王派传人，他的表演细腻传神，唱腔感人，富有王派艺术的感染力。他们2位呢都曾经在第3届中国戏剧节上获得了优秀演员奖。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放生记得自虚心，到正放生跳龙门，请我人无言西东要落虎坑。阿弥陀佛。
再相遇，天在等，明明放我轻轻心啊！上海你这天相遇也点灯，想必是莫在明来心在情，心情不该说你不面目从头暗他们，只是等不得多年的女人眷，今老的莫与上中伤情深。施主这一切过程，只怕我要下个花里。忙着小声之言，实在是下次不可。他放下脸来怒切身，当我风流是情高人，我已是他拼命转身，心高兴，是我金毛之心天几分。施主，这里就是卢汉堂，罗汉堂去。这许多小菩萨，我来数数，一、两、三。哎，慢来慢来，这苏鲁汉是有讲究的。哦，什么讲究？这十八尊菩萨过去年胎，上人新年要按自己的年龄来说，方能获得吉祥。哎呀，这许多讲究，小生一时记不清楚，望老三太带我说声一说，不顾吉祥。请问贵根此上16岁。 16岁，那这个心情，哎呀，这倒忘了，三太你呢？并你是一早，那么小生也是一早，得凭你说嘞。业务，一句，请你让开心。哦。 15，16，哎呀，师祖乃是上面大心照明，吉利得很。不对，不对，三太说错了，小生真当年轻，怎么说出个草莓老公公来了？三太说不清楚，来小生来替你说人一说，请问三太方龄几何？哎呀，真是胡闹！ 怎么问起我的年龄来了？刚才你问过小生，怎么我就不能问你呢？19、16。呀！16，妙龄，真是妙得很呐！同龄，自然同命，待小生替你说来。15、9，请你也张开些。15、16，哎呀，三太，你也是上面大心上明，吉利得很呐！No，不是，我对你笑呢。他是在对你笑你，对你笑，对你笑，此次倒是在你我二人笑的。三太呀！小你无声，少于远三生。小你。
孩儿把妙龄敲同声，叫你我是隐人不识，是隐人。他叫你从头在里洗晨光，奶奶望君与亲分。他想我不会用话不太一人，但是我不公明。他想你隐于今世剧中生，难句是句讨虎坑。他笑我是俗君，在日里上演年君不尽心。他笑我在翁子意不在君，他笑你可怜迷了家心心笑我养着亲王才笑你叫尽人之病，笑我王子之心多，笑你不该少怜你长眉他心笑的是你爱我，我爱你，错过情深无此人，无此情。前人拜大师。
今朝与愿苏醒，我是越家越年无丧气，越来越深不相知，是否为红尘一愿情深永无惧，心不一不合，老情似同有种刺，一气之下离家门，今生是不见长日，此去我是越家家难归，有心心无知，有知知难归，有情气无知，绝不到绝不绝那绝子。去不散，烟火海破烂桥，大字他被罢了冤死。一把瓦开心开放，难道你往无动于衷啊？唉，烟也穷，心也静，且永有的时候，真相公，自责。真相公。
孩子可敬也可用，白龙能说也能看。家之宝有情敌，生于亲情当陪清平点水纷纷对，知音相依还到在龙门大门见可去，莫教桃李空掉点。金溪龙脉不起来，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王派传人单养平和上海粤剧院的郑国凤为大家演出孟丽君游上林一折。扮演孟丽君的是王派传人单养平，他已经跟我们的观众久违很多时间了。那么他的表演呢，细腻传神，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他的唱腔流畅简洁，善于抒发内心情感。好，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孟丽君游上林。啊
子问师娘，十里你看他给儿不贤，还是寒袖草，无知草木啥有情，真理寻真人当比草领当，咿咿呀呀去摇动。劝教子即早回头。李青开话高谈中，修建这个旧街头，他们就此言来从，就是从安上平风好自同。回眸流扫非自伤。
喜上轿。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东方红韵越剧精英汇演今天的演出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演员们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表演。
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的演出就正式开始了。首先，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为大家带来的《穆桂英锁梁》。今晚扮演穆桂英的是副派名角陈飞。陈飞公旦角善五行，因此他的表演可以说是激情充沛，唱腔多姿多彩。那么今晚他扮演的穆桂英，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是文武兼备，神采飞扬。在戏中扮演杨宗保的是吴凤花，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优秀的范派传人。他的唱腔是流畅奔放，尤其在塑造人物方面是颇见功力。那么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他在戏中塑造的杨宗保呢，他把他的这种年少气盛的倔劲儿描绘的是惟妙惟肖。那么这两位演员呢，也都曾经获得全国越剧电视大奖赛越剧新星的称号。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穆桂英锁梁》。歇歇去吧。莫怪英才三岁，要往去自见那青山的彩越匆匆，在花
对了，这什么军中大的样子的，好像是从山关下来。哦，想必是杨元帅所量来了。众军子，有，此乃微臣。待礼。穆桂英正是。不知萧将军真心他命，听着，我内为正不了三国元帅张进媳妇杨素宝。请问杨元帅是内后人？乃是副帅。不知萧将军府家确令黄山日后自教，奉了父帅之命，前来索取军粮。哦，原来是索取军粮来了。正是，小将军要取回军粮不难，不过话须讲明，此粮乃是你军所取，非是我在军日所抢。穆桂英，我三关军粮，你到底还是不还？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有多大能耐。小将军要取回军粮不难，倒是杨元帅请来陪亲道歉，早晚可以商量。至今小将军你这副家事，即使我穆桂英答应了，还不算数。不知我虽中知道，愿也不愿。呸！快枪！
见义去嘛。是此时来，小将军心中不服，心中不服，还要再尊，还要再尊。此次小将军亲在上马，去迎。
朋友，接下来西安越剧团和上海越剧院将联合演出《红梅阁救培》。扮演李慧娘的是西安越剧团的副派花旦胡佩蒂。她在这出戏中大胆吸收了西北秦腔的表现手法，尤其是口中吹火的表演，令人耳目一新，也使得越剧的阴柔之美散发出一股阳刚之气。在戏中扮演裴生的是著名的越剧男小生史继华。史继华呢是越剧男女合演的第一代男小生，他是范瑞娟老师的高足。他曾经在越剧《祥林嫂》当中非常成功地塑造过贺老六这一艺术形象。在艺术上呢，史继华善于博采众长，因此呢，他的表演也可以说是自成一格。而且史继华在圈内呢也是以多才多艺而著称。那么他曾经获得了上海市白玉兰戏剧奖的主角奖。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红梅阁救培》。杀日君吓得我神魂飘荡路高的家母两强槐花金固定配，金屋美郎，美郎。哎呀，为娘啊，这里乃是何处啊？美郎。
娘，为娘啊，啥不是为娘相决我，到头英雄上天台，九世之中留一名大恩永居在胸怀。阿文娘，你我一起快快走吧。哦不，为了为娘不能随你同意，你自己走吧。哎呀，为娘，你今日相无放走，倘若为父，难道不怕老子加害于你呀？为娘不怕。你究竟做打算呐？你啥不说明，我也不走了。对了，你何苦逼我啊？哎呀，我何人逼你来？为娘啊，为娘，我真诚心将你孤身一人留在此地呀。对了，你一定要我死，一定要你死，你一定要问，一定要问。对了，我就对你说了吧。啊，对了，你看我是何人？你平章是恰，你这自己也不自己还。此话怎讲？此因那日在府上，见君风尘君郎，不幸斩了你一生美哉少年。老子为父混到不安到不能起龙造化，就将我一剑。老子将你一剑，一剑把我杀了。你被老子吃了？我被老子杀了。你是鬼啊！我是鬼，我是鬼。背了。你呀，你好端端一个平民之女，你骗我何来呀？对了，不信。我恰不信。对了，你来看。
你为我毕竟心里把财天，这生今后的我用尽为娘啊，你总是怪也无法我听，要与你同归。伤心泪落英儿山，彼此无往事成梦幻，观塘花香大关门，无人间永断有人死，此心话从此为娘，白郎，你赶快逃走，令我永别了。不，这生前后的违法万一，怎可以永别二字？白郎啊，白郎，我为你创造悲名，我为你不必有命，我妻子贴在心上，真乃生死光泽，有命一度，尚有后言。为娘，阿里子，为娘，阿里子。夜明当宿在，不见马放。
放自己荒郊外，陈营要慌，陈营要慌，哪里是？哪里是？掌柜，掌柜，哪里是？我与你拼了！哪里去？那么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上海越剧院的钱惠丽和陈颖为大家表演的真假驸马。钱惠丽是著名的徐派小生，她的表演潇洒脱俗，富于激情，唱腔情韵俱美。那么她曾经2次荣获上海戏剧白玉兰奖，同时也是上海首届青年10佳演员。陈颖是优秀的副派花旦，她曾经获得全国戏曲演员广播大奖赛的1等奖。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真假驸马，参加演出的还有张海玲和刘军等。万岁有旨，宣东奔北朝廷。从这将来，或者有本具虚话。万岁，
我是3年前落难历史的东文八雅无责。在衙上命乃是二公子董正通，曾经公子连续说不不能离散，故而颠倒生死，李代讨将。王家公子正为做出乱伦的事情，正经是怪力发贼，淫乱之境，吾王是以主此，万望自行良心。万岁，你休听他一派无言。儿啦，驸马爷在哪里？万岁，驸马身子不适，抱病在上，不能进殿进驾。万岁死罪。你是驸马，有病症。燕帝，只要将王子讨出1、2便可烟消云散。父王，3年前吾王为我找东门8位虚，我看他才貌古人，为是在话，皇上当堂出地，可玩几十分。皇上记不起来了，可东门8却名字不忘啊。今天之上，上上满朝文武，皇上令臣办好了事业，我以忠心为礼，不知3刻，曾将文章奉上，皇上愿必当即宣召，召你为驸马。万岁，你千万不能轻信于他。董老夫人，他是你的儿子，不是母亲，你却能够以孩儿一生承担，你为何不能欺身呢？你这个疯子！今天之上尽管无言而语，难道就不知道办了欺君之罪吗？母亲哪里有这样的母亲？匡圣兄，公子，外王爷在夫妻问上，你替我做个证吧啊！公子，你死不死？你尽管在金殿之上虚荣王家公子，算口口声声不管欺君。朕岂能将疯子当作驸马？况爱卿，你可是朕的心腹之臣哟！你再用心地看看，此人究竟是驸马还是疯子？万岁！疯子，匡大人，他死。匡大兄，你笑什么啊？想不到我堂堂刑部尚书，竟被一股疯子骗了。匡大兄，你的妻子生的是疯子，你的生身母亲生的是疯子，事情凡虽认定了你是疯子，你为什么还不是一股疯子？我不是疯子，我是驸马，我不是疯子，我是驸马。敬你这丰盛一杯，喝了这杯酒，你就解脱了，朕也就放心了。万岁！
娘啊娘，生死一本天注定，孩儿哪能怨娘亲？怀望娘多保重，莫伤心，早日在常欢喜，长命保在乡高里。二三四九节也放心。一
为何泪水似天涌？为何不怎么句句分心疼？大错已自证千古恨。望君望见路，缘情是真，莫挂牵。高堂老母悲捧悲情算一千年，二弟分手才有钱，老情逃离长子爹，此非确真机明了断层皇宫去孽缘，夫妻同根恩爱过半年，来年平安得归子。替我亲一亲，抱一抱，同到人间见一面，我总是久别言。
边的观众朋友们，东方红韵越剧精英汇演今天的演出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演员们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表演。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上海虹口越剧团的范派小生韩婷婷和金派花旦谢群英为大家表演的新编古装剧《三世奇缘》当中的《琵琶惊梦》一折。这出戏呢，向我们演绎了一对男女主人公三世轮回的动人爱情故事。那么韩婷婷的表演呢，可以说是朴实凝重，唱腔醇厚豪放。她曾经荣获全国青年越剧电视大奖赛越剧之星的称号。那么待会儿呢，观众朋友还可以在戏中欣赏到她有一段精彩的琵琶独奏。好，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琵琶惊梦》。就是在这里的。哦，我原本就是在这里么？三生石头开心。
虽是已看了32年，是我俩先生所看。先生所看，英子，你还记得这琵琶吗？这琵琶。16年，有的是人生啊！我好像在做梦，做了一场梦啊！是因做马路客，16年
饭，三是夫妻同去恩啊！郎君啊，
这次参加我们东方红运越剧大汇演的精英们呢，可以说是流派荟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尹派传人赵志刚。赵志刚呢，今天晚上将为大家演唱的是《浪荡子》当中的《探钟点》。探钟点是代代相传的尹派精粹选段，脍炙人口，传唱不绝。赵志刚的表演呢，以情真意切见长，他的唱腔深得尹派各中3位。那他曾经获得首届江浙沪越剧大赛的1等奖，被人们誉为是越剧王子。那么在戏中呢，他是扮演一位在黄浦江畔的落魄人，在戏中呢，整个唱段是一气呵成，充分显示了赵志刚在唱腔方面所具有的深厚功底。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浪荡子·探钟点》。耳听灯，一定中，终身勾起我郎子梦，往日历历谁人为忆不尽回不我爱到是金用功，一笑是一个好儿童，大狱之中一盘里，并妹妹与我爱相共，从破门里疾风起，几人了一对乱红梦，婚与生我老母用心心相泪难以用，想到一人点彼此，我宁泪相迎，并用
小天使，我是满面春风做爸爸，他呀你对生肖远远坠落家不花，对生一件小天地，充满怀落雨花，妻子欢笑金用心，老母于心强笑话，我在公司当职员，乘风送来到我家，谁知道真正是我失了你，所谓与我去哟啊，西呀股票叫头记住，吃炸票都把灵魂嘛，唐舞风里与人陪，每几行人是刀一把，我是城里灯红醉落里，最神梦是老婆娘妻子可气把我劝，老母气问将我嘛，陈先生先生呀，我句句言语是哄他，我铁了心肠难为转他冤恩情薄四道心不停，把妻子儿女抛在那雨下花。子的生活好像生人，交际花小巴黎，老头儿身边多的是亲人，虽如养的药，不用养的脸，胭脂花粉长得没有眼，要你三四五六，还是嫁个皮蛋开，多代美女鸦片引我在迷魂城里做神仙，我以为这是花花好事情，哪知道被杀人血不尽。到后来我头见出他没有钱，那当铺谁把新郎变，千中无美一别人，一张笑脸变恶脸，从此撇出大门外，我导致良心谁
要走正路为敌，群人莫呀浪荡子，去年野花被生命，群人莫呀浪荡子，多不害人之事的，群人莫呀浪荡子，鸦片毒品为张送礼，群人莫呀浪荡子，老里混人莫对劲，群人莫呀浪荡子，须将话道当自己，群人莫呀浪荡子，夫妻恩爱要珍惜，群人莫呀浪荡子，孝敬父母须牢记，群人莫呀浪荡子，生性好话与是非，群人莫呀浪荡子。一面懊悔来不及，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南京市越剧团的朱小昭和陶琪为大家表演的《柳遗传书·胡兵惜别》一折。朱小昭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朱水昭的女儿，她在艺术上既继承了母亲的风格，又兼收影派成分，因此她的表演细腻洒脱，唱腔是柔中带刚。她曾经多次荣获全国和省市大奖赛的优秀演员奖。这个陶琪呢是一位原派花旦，但是在这出戏当中呢，她扮演龙女三娘，是运用了张派艺术为大家演唱，整个的表演可以说是灵活多变。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
你将言说我在家里，本名字心愿留你把妹句，倒叫我受之不义又为父亲嫁母女，万岁铭记公主来到这小子了，又再见叫人子来分咯，那叫人在去了，是花树好叫标，待我愿我盈盈来爱慕，叫人多是女儿身，但为天下女儿痛，女儿心意比天高，女儿命比去有云梦，来的无心花名字，可怜自来长相中。日子来，自来应该女儿来，此次应该女儿子了。女儿来，女儿子，拜我一颗女儿子，愿借名字表心求。当初进屋修几座，而今深宫修几幕，彼此何年花同
子，与我分别在即，我今晚不久与君见也。这在宫中也有一说，先生，这也是宫中一片手笔。是之所来，恭敬不知容易。是在讨大了。是下去就来。是。孟君子千里传世皆宽慰，我父母为报谁恩须婚配，在此你临传大义举兵美，你立身坦荡自不疑，我爱莫跟生情难改，修颜面的送君归，为团君心万转在道自在今日开，又在此一片痴心付流水，他自愿是我无病愉快不由在，先生请家花跌了敬一杯，公主啊，请用我亲亲地不表恭维，你本是并肩有归神颠沛，夫妻内混动谋杀不在，一路上你环境妈妈一转转，夫妻是烧龙烧羊父子爱，何况你修行在母太太，我期待修行在是你放心在，公主啊，知恩图报比君子，大义当先不枯萎，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东方红韵越剧精英汇演今天的演出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演员们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表演。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次东方红韵越剧精英汇演呢，是得到了越剧界全体人士的积极的响应。很多旅居海外的优秀的青年演员呢，这次也回到上海参加我们这次盛大的汇演。对，旅居日本的气派花旦金靖这次也专从日本赶回来，他将和镇江越剧团的阮建荣合演《玉蜻蜓任子》。好，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具体举人与
听罢娘亲心的话。娘，我进来，我还有话要说。贾元公，病你身体不善，不能奉陪，请贾元公见谅。啊，娘在还要少些百文，请赐他因故方便。病你久病不发，不能开门，请贾元公回去吧。既是此，娘在告辞了。
用杀法人，帮我用死得草绳。今日我也要将二人许一许。18年来的礼金。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的两位演员张瑞红和吉玉英为大家表演的《梁祝回18》。张瑞红的表演淳朴活泼、清新自然，他的唱腔韵味醇厚，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感。他曾经获得全国戏曲演员广播专题大奖赛的1等奖。好，观众朋友，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回18》。记得
红帐，想起了金殿上一番美女。为大家表演的是来自北京的著名歌星李玲玉。这个李玲玉呢，大家知道，她原先呢是北京红旗越剧团的一位小生演员。这次呢，为了支持我们这个越剧事业，支持我们这次汇演呢，她也特意赶来参加我们这次盛会。她呢要为大家表演的是《宝玉哭灵》。也就是徐派的代表作。那么他说已经有10年没有上台了，所以今天也特别的紧张，尤其是回到他的故乡上海。因此呢，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对他表示一下鼓励，好不好？好，下面就请欣赏李玲玉为大家表演的《宝玉哭灵》。林妹妹，我来迟了。我来迟了。天涯两远，将我骗。
君见，我叹我生不能临别花间，居呀死不能无一无情长过。两小无彩空，红尘啊面，到后来我妹妹都长大，空洞西厢在花间。宝玉是破布桃心真心待啊，妹妹你心里早有你可不言。到至今不忍共把西厢，多那可怜我伤心不管烈花间。曾记得怡红院上了闭门讲你是十不安心也不眠。妹妹啊，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打平天，我为你是在里梦里长相约，好容易攀到同往花作业，总以为美满姻缘一线牵，想不到林妹妹变成包金家，恰原来你被逼死我被骗，这指望把对能家想今日里黄土龙中多情自从决志到
灯里面，你怕那生死上风刀双剑，到时间他果然比你上九剑。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浙江小百花乐剧团为大家表演的新编古装喜剧《红丝错》。这个故事呢是讲的姑娘张流花和公子薛春林相爱之后身怀有孕。善良的教书先生张秋仁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就把姑娘带回家中暂避一时，不料却蒙受了许多的冤屈。姑娘在张秋仁母亲的悉心照料下产下了一子，由此呢便发生了一桩抱错孙子错怪儿子的喜剧。那么在剧中扮演张秋仁的是范派小生方雪文，他的表演潇洒大方，唱腔淳朴感人，把人物的喜剧色彩刻画得可亲可爱。他曾经荣获浙江省戏曲明星奖。扮演张流花的是优秀的副派传人严佳，他曾经荣获第3届中国戏剧节优秀演员奖。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他们2位和于慧珍、何炯华共同表演的《红丝错》。老夫人，哎呀，风中千金许恋爱姻，喜的是不花我太脸不好分，讨来个媳妇再生生，媳妇眉毛三光银啊，身子我太想娶人，刘公公哎呀胖登登，今日问两女上来进，从今儿张家遇了回白生，在中间来靠生生，这真是那爱人之意爱人多，好心终于好报应啊！母亲，母亲，哎呀，是的啊，我回来噻！回来了！哎呦，媳妇哎，屈人回来噻！哎呦，屈人啊！来，屈人啊！侬出门出去1个2个月，侬眼睛一瞪，侬没去病啊，侬好做阿个家噻！先生啊，官人，娘子，哦哟，那1、2个月不见面，那个就没生气来噻。去呀，轻轻捏捏讲2句。哎呀，侬去
莲花，你身子可好？多亏婆婆悉心照料，母子平安无事。这就好了，这就好了。母亲辛苦了。哎呦，好生好生好生，辛苦的吧？自家个媳妇，自家个孙子，我罗他我啊，高兴都来分。啊，母亲，孩儿买的2包桂圆，1包孝敬母亲，外语1包。哦哟，多谢绿花钱，不赔，才儿进步顶要紧啊！哎，启正啊，来，启正啊，快来抱抱侬自家的大胖妮子呢！自家的亲生妮子，外婆撒个难为进来。哎呀！启正啊，我可小人想啥你啊？孩子真的十分秀丽，像他母亲。哎，我看啊，还是像侬呢。婆婆，我看这孩子实有法去像娘娘。哎，我想讲啊，我老早就看出来了呀！来，行吧，我做娘娘的婆婆圆嘟嘟，我孙子的婆婆还是圆嘟嘟的，行吧？真是像娘娘，今世当门将，好不起。这个是婆婆师傅。哎，好个，哎，启正啊，来，走。启正啊，小人长得刚好，哎，至于取个名字啊，这孩子不知该姓什么啊？真是混弄个头。侬姓啥？孩儿姓张。哎，侬姓张嘛，小人自然呀，知道，不过婆婆啊，让她好好想想嘛。是要好好的想一想。那连自家姓啥都不晓得在了，这真是混弄个头了。我去给她找你啥嘞？想不到让我去。哎呀，我去。哎，今朝啊，我上街去买点小菜来，要请客人啊。哦，吃红蛋菜。母亲，母亲，哎呀，母亲！
难保护自己的药神，要保护我是当了门牙肚里，将把小姐打成夫，回到家中骗老母，只好冒牌做丈夫。找亲生父，你母亲一段因此不肯诉，我不能再跟皇帝添愁苦，何时苦身能参梦远受劝，举孤苦。张先生，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到宅房里去了，让我母子去睡吧。哎，这可万万顾不得！你长儿须着不能惊风睡话哦。你好好歇歇，我就替你等一碗桂圆汤哈。先生，你好好歇歇。哦，先生，我来。哎，你好好歇歇，哎，好好歇歇。张先生。
未能回来。母亲还在生我的气，母亲整天诵经礼拜。弟弟，那么你也还好。妹妹，听说你生了个男孩，弟弟你来看，长得真好啊。妹妹，你也胖了，弟弟，妹妹，张先生心里苦，你能与他结为康乐？不，弟弟，张先生也是在思念弟弟，思念我。那你与他，我与他过去的是生，至今晚之是生。那这孩子一心中不过，弟弟，你千万不要再用求张先生了。弟弟，你走后，我就要先生出来，你们喝喝谈谈。不，妹妹，不，弟弟你走。天哪！这孩子的母亲不是张先生，是我错怪了他，是我错怪了他。大小姐，张先生，哦，你请走，你请走，请走，请走啊！请喝茶，喝茶，喝茶，你走，走啊，走，走啊！小妹到此都与讨上，这倒无妨。哎，你喝茶，喝茶呀！你当今连累先生于心真哦。不，自家人不必教。大小姐，张先生，切不知情操，实居皆生死，是我冤屈了你高风亮节待人对顾的好恩师。大小姐，你是我对不起你。大小姐，只要你心里明白就好。先生，你表儿可好？先生啊。素昧平生两迷茫，与恩师几番相逢在梦乡，怕只怕今宵一别难相见，为将就是真是大。先生啊，来照明月，照我芳笑是一首泪千。长远
算是正宗莫气话，我与你心情不怕生家园，天涯海角永相长啊！将我们赶快回去。大小姐，大小姐，夫人再三关照，不要耽搁事情。先生，报。大小姐，屈正啊，过来。母亲，侬做个好事。怎么啦？余生从城里回来，说张家老爷刚刚回来，要到衙门里去告侬。啊，他告我什么？告侬挂骗张家二小姐啊！哎呀，母亲啊，你侬可是老夫人做个媒，明媒正娶，想不到侬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母亲啊！哎呀，想不到你啊！不，哎呀，想不到你，我是万万没想到侬是被一挂起来了。母亲啊，是我儿不好，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好。咦，好像两个人都是于情于理，跟我老太婆子了就是不配无心。计算自私，我个瓜吃人，我个瓜女夫，我这个狮子头发，明媚正气，刚下来蒙台，我老太婆子母亲，哎呀，屈人啊，那么欺负美名，那么反过戏剧，这不好做的。母亲，这戏剧是万万办不得的。为啥？母亲啊，我们名为夫妻，尚为世生啊！啥叫做为世生啊？我来问侬，这个小人是啥人生的？是当我是孩儿所生。好啊，那小人是侬生的，小家还容易跟我到乡下来吃苦，跟侬为啥不明白呀？母亲啊，侬是城里于户人，我是城里于乡下，侬干么良心？哎呀，母亲啊，我知道，侬这个母亲，我知道。
要把真情背，大小姐云集不看心头快把心肠是谁告诉我，为你搬山越岭去行处，把人我心头之人他是西城里，西城里我的父。哎呀呀，小姐放心，小姐放心，我定为你把谢公子找回来。多谢恩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东方红韵94越剧精英大会演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祝大家晚安。